男人感染了未知病毒，跌跌撞撞地回到村庄，好像10年没吃过饭一样，狼吞虎咽地吃着妻子准备的饭菜。他的眼睛泛着血丝，死死地盯着妻子的脖子。到了晚上，男人发生了变异，他青筋暴起，整个身体扭曲，旁边是未满月的孩子。不明所以的妻子走进房间，发现男人正在撕咬着什么。男人一回头，那面目狰狞的脸顿时让女人毛骨悚然。他已经彻底变成丧尸，朝妻子猛扑过去。丧尸冲出房间，对村民发起了攻击，整个村庄都感染了丧尸病毒，变成人间炼狱。而这种未知病毒来自于几天以前，一群士兵洗劫了一艘远洋商船，他们的目的是船上的洋枪。可就在一名士兵搬运货物时，突然被一个发了疯的洋人扑倒，其他人急忙将2人分开，带着士兵便离开了这里。殊不知这个士兵已经感染了病毒，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。而他们抢夺的武器也被朝廷的兵判大人查获，不仅将武器全部没收，还以谋反的罪名上报给了君王。君王听信了他的谗言，对这伙人进行了严刑逼问。可无论使用怎样的酷刑，他们死活不说出幕后主使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主谋却主动现身，他正是君王的大儿子，也是当朝的太子。其实他的目的并不是谋反，而是因为朝中奸臣当道，使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。他只是想利用这批武器铲除这些奸臣。可生性多疑的君王又怎么可能相信？最终太子还是被安上了谋反的罪名。为了不连累手下及其家人，他选择了剖腹自杀。在他临死之前，写了一封遗书给远在大清朝的弟弟，让他回到朝鲜将宫中的大嫂接走。收到遗书的大军很快就带着随从来到朝鲜，可他们刚下船，却发现连一个接风洗尘的人都没有。虽然自己从小在清朝长大，但好歹也还是朝鲜的大军。随后他们走进码头附近的村庄，没想到村子里不仅破败不堪，甚至连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好像发生了战争一般。2人走进村子的内部，一具具被烧焦的尸体赫然出现，种种迹象表明这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。由于没有人接应，2人只能在这里过夜。可就在这时，前来接应的禁卫军却姗姗来迟。然而经常在外漂泊的大军很快就发现了端倪，这么多人来接应，却没有多带一匹马，难道是想背着自己回去吗？而且这些人的身上充满了杀气，根本就不像是禁卫军。说完就拔出了腰间的大刀，眼看被识破的杀手也不装了，随即对2人展开了围攻。可就在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忽然冲出一只丧尸，将其中一个杀手扑倒，一口咬在他的脖子上。紧接着四周响起瘆人的嘶吼声，无数只丧尸从房顶蜂拥而至。